你们公司的负责人在同意这笔钱归你所有之前或者之后，有没有在单位的正式财会账目上做过记载呢？无论是国宁公司的财会账目，或者是国宁跆拳道工程项目部的财会账目上有记载吗？我不知道，好像是没有。不能是好像，是肯定吗？我想是肯定没有。钟宁和卞小军，一个是我们老板，一个是我们经理，他们让我拿着，我肯定拿着了。我并没有偷着摸着去拿回扣，然后去干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儿，去干那种豆腐渣工程。我确实没有想去以权谋私，去谋求私利。现在不是在谈你有没有搞豆腐渣工程的问题，而是在谈程序问题。杨瑞啊，在经济领域里做事，程序非常重要。如果你当时把这笔钱交到公司，入到账上，事后单位的领导再同意你从账上提出来发给你，这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你当时并没有这么做，换个角度说，是他们没有这么做。除此之外，我从案件上了解到的情况，比你目前想象的可能要严峻得多。不光是有没有入账这一点对你非常不利，就连是否公开这一点，你也面临着很多麻烦。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在检察院搜集到的证据中，没有一条能够证明你曾经汇报过并且上交过这笔钱。在国宁公司的证明材料当中，公司也并不了解你曾经收到过这笔回扣。从龙华公司的老总供词里，以及后来清查龙华公司的账目时，倒是有向你支付过这笔钱的说明和记载。我明白了，这是国宁公司想置我于死地呀。如果事实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那你的错误仅仅是程序上的失误。也许和你当时的职位相比，你太年轻了，很多知识和规矩你都不太懂。好，现在我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你收取这笔回扣是否公开的事儿，你能提供什么证据吗？或者说，有什么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你知道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证人。老刘啊，什么事儿啊？上次在景江府给你那点车马费，你没上交吧？交了，第二天早上我就交老边了。你怎么这么傻帽啊？老边后来又给我了，我问钟宁，钟宁也让我拿着，后来我就拿着了。这行的规矩他们都知道。你打电话就问我这事儿啊？证人有。我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我打电话的时候，你还在上班呢？对，在上班。请假出来的？不，我们那儿不让请假。我辞职了。辞职了？我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救他出来。我不相信他做了那样的事。他在我心目中，是个蔑视钱财的人。安心啊。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件事儿，我是说如果啊，那么法院证明他确实做了这件事，触犯了法律，判他有罪，你怎么想呢？也不相信吗？也许他以前是做过很多错事，但是我相信一点，他是个好人。情况刚才我电话里都跟你说过了，他认为现在唯一只有一个人能够证明他无罪，我很需要这个人出庭作证。他说你认识，能带我见见他吗？哦，安心。大哥，您别送了，等杨瑞出来，我们再好好谢您。哎呀，谢什么呀？我跟杨瑞这么多年交情，
你说我不救他谁救他？我要早知道龙华公司那秃子会出事儿，就当初我怎么着也不能介绍给杨瑞认识。我跟我这兄弟啊添太多的麻烦了，我怎么着也得帮他给弄出来。杨瑞啊身上毛病是挺多的，可是绝不贪财，他不可能贪财，要不然他当初也不是甩了钟宁跟你，你说对不对？大哥，您最近见过杨瑞的爸爸吗？我想去找找他。我是想，他爸爸当了这么些年的领导，公检法绕着弯的关系一定是有的，他是不是能帮点忙呢？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别去找他了。杨瑞的父亲啊，让国宁公司给辞了，也是因为你。你说他对你能没看法吗？可杨瑞，毕竟是他儿子，他就不心疼儿子吗？心疼归心疼啊，这不正在气头上呢吗？再说了，杨瑞有些事儿啊，办的确实是不对。就上次跟他爸爸动手翻脸了以后，他就再没回去看过他爸爸。他爸爸那脾气我知道啊，跟杨瑞一样，吃软不吃硬。杨瑞越不去看他，他爸爸越着急越生气。这不，让我去把杨瑞那房子给收回来，多狠呐！不是，这也是气到这份儿上才这么做的，绝不是因为说缺那几个房租。哎，再一个，我想啊，杨瑞这次被抓这件事儿啊，没准啊也算在你头上了。他想啊，你说杨瑞要是不跟钟宁、钟国庆闹翻了，他们也不会对杨瑞落井下石啊。安心啊，官司打到这会儿，必须按法律程序走下去了。现在再托人找关系，恐怕也来不及了。你不要太着急，有病乱投医也不好。那大哥，我们先走了。好的好的。再见啊。再见再见。那就这样。安心啊，明天我还要最后一次去看守所，你有什么话要带给杨瑞吗？我希望他不要丧失信心，请您告诉他，他有一位很好的律师，他应该有信心的。谢谢你这么信任我。您知道吗？我最佩服也最害怕的人就是律师了。为什么？我是尝过律师厉害的。律师要说这东西是黑的，就准能找出黑的证据；要说这东西是白的，也准能找出白的理由。在法庭上，律师的一正一反，手心手背，完全可以把翻过去的天再翻过来。安心啊，你这么小的年纪，怎么会对律师这个行业有这么夸张的印象？如果这个官司不会完全打赢，它可能会有好几个结果。你作为杨瑞的朋友，你会希望他选择哪个结果呢？安心这几天一直帮我搜集证据，他陪着我到处跑，真是帮了我不少忙。安心不上班了？他辞职了？辞职了？他没有工作，他吃什么？孩子吃什么呀？他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吗？也没有积蓄？他还住在我那儿吧？没人往外轰他吧？好像没有。昨天我还见到他。杨瑞啊，关于你这个案子的事实部分，我们已经谈得差不多了。我今天来找你，主要是想听你谈一下。明天就要开庭了，你到底希望我怎么替你辩呢？怎么辩？你们不是说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吗？事实就是这样，你都清楚了，怎么适用法律，你比我懂啊。杨瑞啊，现在的情况是你必须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有罪的辩护，一种是无罪的辩护。有罪的辩护就是你要承认你在行为上触犯了受贿罪。那么我辩护的重点呢，就是强调你受贿的过程和受贿的背景都比较特殊，在情节上呢，属于法定上认为比较轻微的那种，争取缓刑。根据你现在的情况，争取缓刑的把握还是很大的。一判缓刑，你马上就可以出来。你想出来吗？当然。还有一种辩法，
就是辩无罪。如果成功了，你就可以彻底洗脱这个罪名，清清白白的出来。但是做无罪的辩护，把握确实不大。到目前为止，只有你的哥们儿刘明浩同意出庭作证。他证明你事前曾经跟他说过，愿意把这笔钱上交给卞小军。事后你也跟他说过，卞小军和钟宁都同意把这笔钱留给你。如果法庭采信他的证言，那么这笔回扣基本属于公开的原则。至于走没走账，那是卞小军和钟宁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但是这么辩稍稍有点牵强，这还要看控方证据强不强，是不是有新的东西。所以我不敢说辩无罪，我肯定有把握。这么辩一旦失败，法庭就会判你有罪。一旦判你有罪，恐怕连缓刑也争取不下来了。你知道高法过去有个规定，拒不认罪的不予缓刑。所以一旦判了实刑，你恐怕真的要在这儿蹲上几年了。所以你是想让我做有罪的辩护，争取判一个缓刑先出来，还是做无罪的辩护，碰碰运气？这两个选择你必须想清楚，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意见，我好按照你的意见进行辩护。如果做有罪辩护争取缓刑，你有几成把握？90%。那做无罪辩护判无罪呢？20%。那你说我应该怎么选择？各有利弊。你问过安心吗？他希望怎么样？问过了，我昨天详细的跟他谈过了。我是把他当做你的亲友征求他意见的，我应该征求他的意见吧？对，他就是我的亲人，他可以代表我的亲人和家庭。他怎么说呀？他说这事儿还得你自己决定。他就没有一点倾向性的意见？没有。他当然希望你早些出来了，但是他担心你如果认罪了，心里会不痛快，以后会因为这个不快乐，因为这件事儿会一辈子影响你。他真的很担心一辈子生活在这个阴影当中。其实，即使你拒不认罪，法院如果判你有罪，这个罪名也还是成立的。它也一样会影响你一辈子。所以，我认为你不如先争取一个缓刑，先出来。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后还是你自己决定。我要无罪。好，既然这样，我还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关于你跟钟宁的关系问题，我想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也许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和钟宁的关系已经是过去的事儿，我不想再提了。我也不想把我过去的私生活在法庭那种大庭广众之下去展览，它和这案子之间也没什么关系。不，他们之间有关系，因为钟宁很有可能充当控方的证人，而且他的证词对法庭会起着很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同意，在必要的时候，在法庭上我能公布你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你们后来的破裂和破裂的原因。这样可以说明，你当时作为国宁家族的一个候补成员，绝对不会私贪区区2万块钱的小财。另外，也可以提醒法庭注意，钟宁在此案当中具有设局报复的动因，所以你和钟宁以前的关系，以及后来你爱上别人和钟宁闹翻，
恰恰是这个案件当中人物关系最为关键的一个事实。至少这个事实可以让法庭对钟宁的证词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这对你很有利。你同意吗？哎，小姐，国宁公司的边总和王总来了。哦，已经到了，里边请。哎呦，来了！不好意思啊。来，小梁，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集团公司供应部的王经理，认识吧？久仰，你好。我呀，跟咱国宁公司供应部啊打了好几次交道，但是都是跟您的手下打交道的。我们做生意太小，这事儿啊到不了您这儿。哟，今儿啊应该我请客，让边总、王总请客，这是不成体统啊！我以前听说过你，啊，坐。好嘞。你好像在我们国宁大厦空调项目上报过价吧？这不还没定下来给我做呢吗？我们这空调质量啊，绝对没问题啊，主机是美国的。请王经理多多关照啊。没问题，今天一见面啊就是朋友了。刚才我和王总还聊起空调的事儿呢。王总同意了，想跟你签一个意向书。哎呦，边总，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啊你？别客气，我们呀也有事儿找你呢。咱们呀边吃边谈，好不好？哎，好。老王，喝点什么酒啊？听小刘的，他今天是主角啊。小刘，听你的，喝什么酒？嗨，喝什么都行啊。今天边总和王总给我这么大面子，我就是喝死了也得喝呀。我不能经酒不吃，吃罚酒啊。提被告人杨瑞到庭。走不走账完全不属于当事人杨瑞的责任。综上所述，我认为我当杨瑞杨瑞是无罪的。审判长，关于原告方证人，我有一个情况提醒法庭掌握。杨瑞从来没跟我说过回扣这回事儿。不，我没有印象，我记不得杨瑞曾经交过我2万块钱回扣的事儿。2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了。我认为原告方证人钟宁不适宜担当本案的控方证人。龙华公司在锦江府请吃饭，是杨瑞拉我去的，但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凭什么要同意发给他？而且我也没有答应过让他们中标。我觉得他编瞎话都不会编，因为他和杨瑞的关系。而且边小军根本不可能擅自同意发给他这笔回扣。事后杨瑞也没有告诉过我龙华公司给他回扣的事儿。边小军他没这个权。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是非常严格的，谁要违反了谁就得走人，谁敢？因为他和杨瑞的关系。谁也不敢。因为他和杨瑞的关系。谁也不敢。谁也不敢。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老妹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呗。我这刚来就明目张胆的拿回扣，底下人知道不全乱来了？我没看错人，我就喜欢有骨气的男人。这钱你就拿着呗，回扣这种事儿，只要公司批准的就可以的。审判长，我请求法庭传唤我的证人刘明浩出庭作证。请证人刘明浩出庭。证人，请通报你的职业和姓名。我叫刘明浩，是北京好运贸易公司的经理。证人，根据法律规定，公民有义务作证，拒不作证和有意作伪证的，要承担法律责任。你清楚吗？清楚。辩护人在刚才的发言中提到，被告人杨瑞在收到龙华公司经理送给他的回扣款时，你在场。当时杨瑞就表示要将这笔钱上交到跆拳道馆工程筹建处总经理边小军那儿。你当时听到被告人有过这样的表示吗？不，他收起这钱的时候，没有说过要上交给边小军。那么，被告人事后有没有向你提起过，他上交过这笔回扣款，或者向公司的负责人报告过回扣的事情？不，他以后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件事儿。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他的上级或者公司的负责人后来同意他留下这笔回扣，同意这笔钱由他个人使用？他说过没有？不，他后来没有再跟我说起这件事儿。公诉人有问题要问证人吗？没有了。辩护人有问题要问证人吗？辩护人没有问题了。证人刘明浩可以退庭了。全体起立。本院在接到起诉书后，对杨瑞受贿一案开庭审理。经过法庭调查辩论，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发言，听取了被告人杨瑞的辩护和罪证事实，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杨瑞对各种证据进行审查。本庭审查时，被告杨瑞在锦江府大厦非法接受龙华建筑工程公司付给的回扣共计2万元人民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杨瑞受贿罪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杨瑞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本判决为一审判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第2日起10日内
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上诉。谢谢啊。哎，辛苦了。再见。哎，别忘了先喝酒啊。你决定上诉吗？我明天就可以把上诉状交上去。你知道我们国家法律有条原则，上诉不加刑，你应该上诉。现在宣判，全体起立。本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怎么样？上诉驳回，维持原判，不予缓刑。这就是终审判决了。最近去找工作了吗？你们那家具公司还用你吗？人家早就另找人了，我也不可能再回去，再去抢别人的饭碗。赶快去找工作吧，现在暂住证不是办下来了吗？工作应该好找了。你现在睡眠好些了吗？律师说你总睡不着觉。这不是挺正常的吗？哎，小邢最近怎么样了？没有生病吧？挺好的，就是挺想你的，还总问起你呢。他问我什么呀？每天早上醒来，都说让杨叔叔给他穿衣服。带上它，你就知道我一直在你身边，我在保佑着你。拿什么呢？你那儿？这应该没有问题吧？挂椅子上的东西。这玩意儿值多少钱啊？凡是贵重物品，在我这儿都不允许带进来。如果需要带进来的话，得由监狱方面负责保管。这么贵的东西，你还是拿回去，不要给他。回来他拿这个在这里头换烟抽的话，你就赎不回去了。怎么样？时间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以后就别再来了，先找个工作，然后带着小熊找个对你好的人改嫁去吧。
家属来接见。是。走吧。我们家来的是不是个女孩啊？去了你就知道了。爸。呀，我早就知道你要栽这个跟头啊！你长大了，我的话你也不听了。现在也好，你利用这段时间啊，好好反思一下啊，清醒清醒。我给你带来几本书，你好好看看，增加点知识。你转到这儿有1个月了吧？身体怎么样啊？你好好听管教的话啊，好好改造。将来改造好出去了，一样重新做人，一样为人民服务，为四化服务，啊！你最近有安心的消息吗？他还住在我那边吗？我说你怎么到现在还惦记着他呀？你就是让他给毁的，你还不后悔你？我后悔，我没有听律师的，我应该听律师的，我认罪，弄个什么减刑什么的，至少我现在可以跟安心继续在一起生活呀。如果安心不嫌弃我是个罪人的话，我现在肯定是跟安心继续在一起生活呢。难道他会嫌弃我吗？可现在什么都太晚了，3年呀，太长了。他带着个孩子又没有工作，他面临的不是爱情和忠诚，他面临的是生存啊。他不为了他自己，也得为了孩子呀。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呀？你呀！帮帮我！怎么了？快说！帮帮我！帮帮我！说呀！怎么了？
接到你的信我就来了，你是不是还想再谈谈申诉的事儿啊？不是，我知道申诉也没有用。我上次写那个申诉书，完全是为了面子。那你就是想找我谈谈别的事情？有什么事需要我办吗？我想让你帮我去找找安心，帮我带个话给他。我上次跟他在看守所见最后一面的时候，我跟他说过一句让他赶快去改嫁那句话。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要说那不是一句玩笑。我不能给他任何让他等我的压力，因为像我这样，就即使出去了，也不可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现在什么公司啊、企事业单位根本不会用我这种有过社会前科的犯人，而且我估计我这一辈子啊，都将是那种不受人信任的东西了。不，耀瑞，你还很年轻，还有很多未来呢。你现在有些灰心，这我可以理解，这也是很正常的。等你以后出去了，心情慢慢的会好起来的。但是他和我不一样，他虽然有过一段生活的创伤，甚至有个孩子，但是这些都不要紧，都不要紧。她依然美丽，她很美丽，是吗？当然。她依然像一个单纯的小女孩，她依然对很多男人具有诱惑力。更重要的是，她心地善良。虽然她的历史复杂，但是她清白。我现在才知道，清白二字对于一个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你整到这儿有1个多月了，安心来看过你吗？我去找过他，他好像已经不在你们家住了。我问了问周围的邻居，他们说有很多天没有看到他，好像他再也没有回来。他会不会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会不会回云南老家了？你有没有他父母的电话和联系地址呢？需不需要我帮你联系？他不会回来了。他不回来也好。请记住冬夜里我的叮咛，请留下月光中我的希望，请让我亲吻着你的名字，请让我铭记着你的善良。我仰望天空，群星闪烁，我面对苍天，呼唤你的出现。